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龙树大师课。这是一堂复习课，我们已经上完了14堂精彩的课程，共学习了9个章节，真是一项巨大的成就。这还不到全书内容的1/3，而是章节数的1/3，因为不同的章节篇幅不同，这些是较短的章节，但我们确实完成了很大的一部分。这大概是龙树大师整个智慧文本和丘尼老师所作论释，同时也是中科8大师所著论释的20%。我们取得了巨大进展，我们学得非常努力。我想让我们来玩一玩吧。让我们来放松一下。我有7位朋友在这里。那我们来聊一聊已经学过的内容。也许对于在家听课的各位来说也会很有趣，听着我们在黑暗中游荡，像他们说的那样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我们从第9章开始。这一章的名字叫做谁可能曾经到过那里的调查。对于章节标题来说，这是个很奇怪的名字。调查我们到达那里之前，可能还有谁到过那里？之前有谁可能到过那里？我会展示图片，让我尊贵的朋友们猜一猜，我们要通过那张照片探讨些什么。当然，我会给你们一些线索，因为来之前我认真研究过，因为我自己也不记得了。好，我们开始。第一张照片，好奇博士，请播放。有谁愿意简单解读一下这张照片吗？为了录制，我会重复他所说的。简单说就好。图片里发生了什么？一个女孩拿着望远镜，她走到外面去看星星，但是在她看星星之前，她是否观察星空的人呢？非常好，那是哪个先出现的呢？观察星空的人还是星星？这是个玩笑对吧？是吧？格西老师，是女孩先出现？不，但她还不是观察星空的人，为什么？她还没有看到星星呢？等等，所以要先观察星星，然后才能称为观察星空的人吗？是的，在她还没有看星星之前，你还不能称她为观察星空的人。所以是星星先出现的，对吗？之后我才成为一个观察星空的人。所以不是他先从房子里走出来，看，这就是问题。因为我们看待现实的方式是错误的。我们总是对事物运作的方式感到困惑。总是，即使只是某人在看某个东西，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并不理解。这是一门专门讲感官力量的。你如何看某个事物，你如何听某个事物，你如何闻某个事物，你如何品尝某个事物，你如何感觉某个事物，哪个先出现，对象还是视觉？当你看着一面墙时，这面墙在你看它之前就在那里了吗？还是你睁开眼睛，然后种子在你的意识中打开，然后就有一面墙给你看到？也许这跟我们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，不是你睁开眼睛看到一面墙，而是你张开眼睛创造了一面墙让自己看到。但感觉上不是这样的，感觉上好像是墙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。所以举例来说，这一点可以应用于药师佛心咒。比如你念诵药师佛心咒，然后认为这个咒语改变了某人的癌症或类似的情况。所以是咒语先出现的，对吗？然后才治愈的癌症，是这样吗？不是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在使用某些神奇语言治愈癌症之前，他们都还不是神奇的语言，他们并不是咒语。咒语的意思是有力量的语言，在显示出力量之前，他们还不是咒语。所以你能说在癌症被治愈前那是咒语吗？你能说是咒语在先，癌症被治愈在后吗？能还是不能？不，你不能。咒语在治愈疾病之前还不是咒语。所以大家要好好想想这一点。龙树大师说，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，
我不管你念不念咒语，也许你很幸运治愈了某些人，咒语治愈了某些人，因为他们万世以前做了善事。但如果你希望咒语产生治愈效果，你就必须明白，咒语在治愈这件事之前还不是咒语，意思是说，咒语不可能产生治愈效果，所以一定还发生了其他的事情，并不是咒语产生的治愈效果，而是你的意识创造了咒语，你的意识创造了一场冥想，然后你的意识创造出了癌症被治愈。事情是在这里，意识发生的，而不是在那里。所以不要一边念咒一边想着咒语能够治愈那个人，去救助生命，保护生命，注意他人的生命。我今天看到一件有趣的事，我还帮你们拍了张照片。企业界出现了一个新的词，叫做洗滤，好比洗白。在美语中，洗白的意思是你做了坏事，然后你把它洗白，让它看起来像是好事。现在企业界出现了一个新词，叫做洗滤，意思是你明明没有做碳封存，却给自己打功劳。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说，你看我拯救了50棵树，然后有人问这些树在哪呢？然后你左顾右盼支支吾吾的样子，这种行为就叫做洗滤。这在美国工会界出现一个新动词，我怎么说到这个？看起来似乎是咒语让癌症消失，但实际上是因为保护了动物的生命，例如透过保护生命和碳封存拯救了动物的生命。这对动物来说是巨大的拯救，你可以去拯救几条鱼，但如果你能拯救全世界的动物呢？那是很酷的。这样你的咒语就可以治愈癌症了。明白了吗？因为咒语来自你，念咒来自你，治愈也来自你，并不是念咒这件事本身有治愈作用。明白了吗？在念咒之前，你必须去拯救生命，否则咒语是不会起作用的。这就是咒语的空性，很酷吧？顺便一提，这就是你能够在咒语存在之前获得治愈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。顺便一提，我很高兴你们知道这张图片是什么。这个有难度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哦，我是不是放错了？我们来看看。不对，我想应该是下一张吧。是火的图片。很好，就是这张图片。现在我们来到第十章，叫做什么？我们可以看着这张图片来猜一猜对火和木材的调查。现在我们进行到了下一章。我想知道第10章和第9章有什么联系？答对了奖励$100。第10章是关于火和木材。第9章是关于眼睛如何运作。学生说第10章是关于燃烧。对，关于火是怎么烧木头的，它跟什么很类似？学生说，在那个女孩看星星之前，她是不是一个观察星空的人？对，差不多。我给你$75。我们来看看。第9章是关于你如何看到一个对象，关于主体与客体如何相互作用。而第10章，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，是谁提起了火和木材？另一个人，他说榕树，别用脑过度了。你看，很简单的，就像火烧木头一样，眼睛看到墙的方式，跟火烧木头的方式是一样的。你为什么要把它搞得那么复杂呢？然后榕树大师说，哦，所以你觉得用火烧木头不复杂？那我来问你几个问题。这就是我选这张图片的原因。这几个人坐在这里对着火在做什么？他们看着火。我想把大家从第9章带到第10章。第9章是关于你怎么看到墙。
第10章是关于火烧东西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在烧什么东西，什么样的木头，但是火烧着木头之前，你怎么能称它为木材，对吧？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。这张图片讲的是什么？我们这里肯定有问题。朋友们，你们没有按照相同顺序展示图片。是的，他们应该顺序相同。学生问说，是要对应章节顺序吗？我想下一张图片还在，算了，不用管章节的数字，就按照电脑的排列顺序来吧。我想下一张图片应该是点香烟的那张。抱歉，我这边只看到一个手指。好，我们来看这张图片。现在我会给你们一条线索，然后你们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火焰没有碰触到香烟，这是一条线索。我为什么会选择这张图片？由我来开启我们的对谈好吗？火是不是木材？有人说不是，火不是木材，而是作用于木材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来确认一下，这就是辩论的方式。我们只是来确认一下，没问题。你会经常说没问题。火是木材吗？有人说不是，不是。那么火是作用于木材的，对吗？所以它们是分开的。编的时候你要这样比划，所以它们是分开的东西，对吧？是还是否？他们有接触吗？有人说没有，没有接触，哈哈，好。所以你可以在1万英里以外擦亮打火机点燃一支香烟，因为他们无需接触，是吗？我一直想找到这么一张图片，是火焰和香烟之间有一点空隙的。我的意思是，那个空隙可以是1000万英里，这不重要。如果火不是香烟，那么他们会在哪里接触？他们能在哪里接触？火焰和香烟之间的接触点在哪里？如果他们从不接触，那么你就无法用火点燃香烟。如果他们有接触，那么因的一部分就触到了果，就接触到了果。我说的对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过去已经消失的事物，也能影响到当下的事物了吗？有人说当然了，不能啊，那个东西已经消失了。如果它已经消失了1毫秒，或者已经消失了100万年，这都不重要。它已经消失了，什么都做不了。过去的东西无法灼烧你的手指，也无法点燃香烟。还是说它们同时存在呢？不管怎样，这到底在说什么呢？格西老师，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些？就让我安安静静念药师佛心咒嘛。能不能别烦我？我想说的是，当你念完咒的时候，它已经消失了，而且它也无法治愈癌症。100万年前的东西无法治愈癌症，半秒钟之前的东西无法治愈癌症，因为它已经消失了，不存在了。它无法触碰到任何东西，如果它不在这里。咒语无法治愈癌症，不可能是那样的。格西老师，我听过很多人们透过念咒语治愈癌症的故事，不是你的意识创造出一个人，看到有人在念咒，你的意识创造出声音，然后你的意识创造出癌症被治愈。如果你想治愈癌症，很好，可以念咒，但首先要收集业力。是什么业力？封存碳，拯救10亿动物，拯救7800亿动物。我查了世界范围的一些资料。所以如果你解决了，你们叫它什么来着？大气过热的问题。学生说气候变化，对，气候变化。那么你将拯救大约500亿动物。那我们来做这件事吧，然后你可以持咒，一切都会发生，各种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。所以老师每5分钟都会得到1次可颂面包，不可能的事情。
好，下一张图片，这是什么？都要准备证明它。图片里的东西是什么？学生说一捆木材。对，为什么是木材？学生说木材燃起火焰之前还不是木材，直到你点起火，直到它开始燃烧。所以图片里的东西还不是木材，因为它还没有烧起来，对吧？一样的道理，不难懂。顺便一提，我们当前仍然在讲哪一章？第10章，我们仍然在调查木材。龙树大师在第10章花了很多时间，似乎第10章很重要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。我们仍然在讲第10章。我们正在探讨缘起，怎样简要描述缘起。当佛陀教授缘起的时候，他说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他说这个发生，那个就发生。他没有说有生命之轮的12支或者是法则，他没有说这些。他说什么？如果这个发生，那个就发生，也可能像是这样的。如果这个发生，那个就发生，明白了吗？这就是缘起，之后人们才给了它这个厉害的名字。但佛陀最初讲解这一点的时候说的是，如果这个发生，那个就会发生。就像你妈妈过去常说的，如果你这样做，那件事就会发生。你妈妈在试图教导你，这就是因和果。她的意思是，大家仔细思考一下，第二件事的发生取决第一件事的发生，明白吗？如果你做这件事，那件事就会发生。现在说到依赖缘，第二件事的发生取决第一件事的发生。这就好像这里有一个咖啡杯，还有一个手帕，手帕就是发生的那第二件事情，咖啡杯就是因，起因支撑与结果，对吧？亲爱的，如果你做这件事，你就会得到那件事，因为那件事取决于做这件事。手帕能放在上面取决下面有个咖啡杯，对吧？所以这是一种依赖关系，结果取决原因，对吗？不是的，结果出现的时候，原因早已经消失，不存在依赖这种事。你可以取消书根的所有翻译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要有缘，第二件事的发生必须取决于第一件事的发生。而如果第一件事的发生的事已经消失了，那么就没缘了，手帕就会掉到地上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我真的意思是这个。那么缘在哪里？价值$100的问题，我们来看看上一张图片，笔的部分。我说图片里有某个东西依赖于另一个东西。我说图片里的某个东西依赖于另一个东西。我出$100。有没有人告诉我是什么依赖于什么？学生说笔依赖于桌子。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。还有人想试试吗？学生说也许它依赖于种子。是的，很好，$100给 Pachi。是的，笔依赖于种子。这是一张很狡猾的图片。这张图片具有迷惑性。格里老师会说什么依赖于什么？加塞会说笔依赖于桌子，然后帕奇会说不，笔依赖于我的种子，明白了吗？就是这样，这是一张巧妙的图片。我猜想，不知道我去世之后谁会记得这张图片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来看下一张。等等，天哪，我可能点错图片了。我来检查一下。哇，真的好奇怪。好，我们看过一捆木材了，也看过桌子上的笔。
哦，好，你说的对，好，很好。另一个人说，看，你可以看到火来自木材。举个例子，听着榕树，我不管你说火是木材，还是火和木材是分开的，这都不重要。如果你把火柴放在干木头上，它就会燃烧起来。我不管你有什么哲学道理，我可以烧掉你的房子，你看着我。然后你可以对此发表高论，但任何人都可以看到，当你把木材放在一堆干燥物品附近时，它会燃烧起来。然后龙树大师用了这张图片来回复，这张图片是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我这里为什么要选用一张彩色眼镜的图片？是的，只因为你就是这样看世界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那是正确的。没错，你的眼睛是你的设备坏掉了，这就是龙树大师的回答。事实上，仔细听这一句话，生命之吻上的一切都是坏掉的，明白了吗？我花了很多年才弄明白这一点。如果生命之吻上面或者内部或者它的边缘以内被涂抹上了某种东西，那么它就坏掉了。那你的一切都被搞砸了，所有的东西。所以你的眼睛，它们是 Nabikachi 第5只建筑空的建筑，它们都坏了，它们都是坏的。你的眼睛坏掉了，不要告诉我火烧木头，因为我能看到它。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粉色的吗？我白色的手机是粉色的吗？为什么？北老师，你为什么要说这个？因为如果你戴了一副粉色的眼镜，它看的就会是粉色的，而你总是戴着这副有色的眼镜，你生下来就戴了一副太阳眼镜，并且会一直戴着它直到死亡。你的眼睛天生就有缺陷。关于眼睛有缺陷最著名的例子是什么？学生说白内障。是的，这意味着你的角膜上有划痕。你以为学生答说水槽上有头发，或者你以为瓷器上有裂纹，你看明白吗？其实只是因为你的眼睛上有划痕，所以根据佛教的说法，你的意识当然在误解一切。但问题比这更糟糕，你的眼球坏掉了。你总是以错误的方式看待事物。当你认为自己看到火柴点起了火时，或者当你认为咒语治愈了癌症时，都是你的眼睛出了问题。事实并非如此。可惜老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也许你通过在钻石山种出一片森林，拯救了一群动物的生命，森林产生的氧气拯救了许多动物，然后你去念咒就可以治愈癌症了。明白了吗？就是这样。如果龙珠大师是正确的，我们就必须善待动物和其他人类。好，下一张图片。这张图片跟这个有关，$100告诉我原因。这张图片跟这个有关，火，学生说火烹饪披萨，是的很好，给这位年轻人$100，你自己去报告一下好吗？如果你不报告，那就不关我的事咯。披萨什么时候做好？披萨什么时候做好？什么时候？有过去的火，未来的火，还有此刻的火，对吧？它是持续运动的，当下这一刻一直在运动。完美的时机是什么？顺便问一下，是什么把披萨做得如此完美？你2周前为别人做了晚饭，而且没有把食物烧焦。2周前你为别人做了晚饭，并且没有把食物烧焦，然后你去餐厅买了一个披萨，披萨很好吃，为什么？你找到了极其不好把握的没烤熟和烤过之间那个刚刚好的界限。没烤熟和烤过的之间的界限在哪里？
房间里你走过的部分和你没有走过的部分在哪里交界？因为它们都消失了。一个已经发生了，另一个还没有发生，它们都不在这里。它们在哪里交界？它们无法在任何地方交界，它们都不在房间里。它们全都是来自你。当你走过一扇门时，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什么？有人说图片，是的，小图片，大一点的图片，组成的门框小小的图片，更大的图片，更大的图片，更大的图片，小小的图片，小小的图片。我曾经读过一本好书，作者是恩妮拉·勒古恩。这个很短的故事讲的是一棵过度劳累的树。怎么回事呢？那是一棵非常老的树，大概有500年树龄。过去人们外出靠步行或马车时，生活还可以忍受。你是什么意思？当他们靠近我的时候，我必须长大；当他们离开我的时候，我必须缩小。从前慢我还能做到，但现在人们的移动时速是80公英里，他们怎么能指望我在1/10秒内长大又缩小？压力太大了，那棵树在抱怨。我必须随着他们的靠近而变大，我必须随着他们驶离我迅速缩小，受不了，速度太快了。这才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。谢谢你，大树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。最喜欢什么？你们叫它什么？这不是抱怨，类似于抱怨。格力老师总是吹毛求疵。是的，吹毛求疵是好事。格力老师总是发表关于海龟的言论。100美元，谁能告诉我？格力老师喜欢针对这只乌龟发表什么言论？学生说，如果你认为世界上在一只巨龟的背上，在龟背上吗？学生说，那么那就意味着他们所认为的世界里的一切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，这是错误的，就是错误的。很好，是的，给你100美元，别忘联系我的老板。大约3000年前，印度人们相信整个世界被一只海龟驮在背上。他们认为世界是平的，被一只海龟驮在背上。如果你误解了整个世界是如何发生的，那么你就误解了你生活中的一切。如果你误解了火是如何烧木头的，那么你一定误解了例如咒语，你一定是不得不是。我来给你一个可能性。古印度有多少人正确的了解世界的形状？0，是0。总数1000万或5000万人，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有多少人。其中多少是错误的？100%，是100%。所以理论上有可能，我们也100%错了。过去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，人们对多少东西有着错误的观念。一切，你必须说一切。也许我们对于一切的认知也都错了。那么，如果你对火的理解是错误的，或者你对植物如何生长的理解是错误的，或者你对老公为什么骂你的理解是错误的，那么也许你对一切的理解都是错误的。老婆比老公更加错，我可以这样讲吗？我想这是真的。开个玩笑。厨房里的永远是老公，对吗？总之，考虑一下这个可能性。如果龙树大师在这本书中所讲的是正确的，如果这本书是正确的，那么你认为的一切都是错误的。这意味着你一生中做过的每一个行为都是错误的。当你转动开关打开这盏灯，那是一个错误，那是基于误解。当你转动钥匙启动汽车，你简直是疯了。你应该找个人让他搭便车，然后再尝试启动你的汽车，否则你的车可能有一天就启动不了了。
这当然永远不会发生。下一张图片，这张照片顺便提醒，我们已经进入第11章，所以这是我们研究的第3个章节。顺便提，不是每节课都是单独的章节，有些章节需要不止1节课。我们现在讲到了第11章，第11章叫做对事物最初的开始和最终结束的调查。事物有没有最初的开始，有没有最终的结束？当他们问佛陀轮回有没有开始，有没有尽头时，佛陀说了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是的，但后来他们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们没有说有没有，他们说的是，学员说你看到了吗？是的，他们说的是，这对你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吗？温吧，这对你来说很显见吗？所以这张图片是为了描述。如果你问我所有的事物都有开始吗？我可以从2个层面回答你。如果你问我一切事物都有开始吗？我可以从2个层面回答你。就表层来说，我可以回答不是的，因为万事皆有因，所以一切事物并没有一个开始。在更深的层面，我们为什么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开始呢？这堂课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大约100年前。这堂课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当你意识中的种子打开的时候，在更深的层面上，这堂课没有开始，不是这堂课开始，是你的种子打开了，明白了吗？别问我这堂课开始了吗？别问我这堂课开始了多久？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我没有在使用计时器了，我不在乎。别问我这堂课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不在乎。当你的种子打开，课就开始了。别问我过去多少时间，这不是答案。所以佛陀，当他们最初问他这个问题时，他给出的第一个回答是什么？鲁玛典。这意味着他拒绝回答。不要问愚蠢的问题。格西老师，这堂课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课程开始几分钟呢？别问我愚蠢的问题。这为什么是愚蠢的问题？当你的种子打开时，它就开始了，懂了吗？不要怪我，是你创造了这堂课，这是你的问题。如果这堂课太长，那是你的错。去洗手间对着镜子吼。那是 DCI 会做的人做的事，也许我现在必须向 DCI 支付佣金了。好，开玩笑的。下一张图片是什么？它可以被描述为无中生有和有中生有的区别。一切都是人造的，世界是人造的，没有什么是真实的。世界有多少东西是人造的？所有东西都是人造的。那么它是空性的吗？是的。它存在吗？是的。这是真的吗？是的。我的意思是，走出去，站在一辆车前面，告诉我发生什么。车还是会撞坏人的，但在某种意义上，它不是真实的，而是来自你。顺便一提，我们还在第11章，试图查看有任何事情开始或结束或停止过。那么，它是人造的吗？是的。它发生了吗？没有。是从你这里发生的吗？是的。明白了吗？好的，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。我们正在进行第12章，我会记得，也会提醒你们，它是一项调查，有关痛苦是由痛苦造成的，还是由其他事物造成的。然后本章的标题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。你生活中的痛苦是你自己造成的，还是别人造成的？你生活中的麻烦是你自己的错，还是你老公或老婆的错？你生活中的麻烦是你自己创造的，还是其他人创造的？或者你可以问，痛苦是由痛苦导致的，
还是由非痛苦导致的？本章标题有2种解读方式，有4种可能。第一，顺便一提，它们代表着古老思想的4种学派，4个不同的学派。这就是我们开启本章的方式。痛苦从何而来？第一，痛苦是由痛苦本身所引起的吗？这是数论派的立场。是上帝创造的痛苦吗？第二个立场，痛苦是由麦克以外的什么东西引起的吗？当麦克碰到仙人掌并感到疼痛时，是麦克以外的什么东西伤到了麦克吗？是的，你可以这么说。那么，是不是上帝和别的什么东西，两者都能引起痛苦呢？耆那教的人持这个观点。印度有一个宗教是这样说的，然后它是不是就这样发生了？那并没有人使它发生，这是唯物论者的立场。这是古印度的一个不相信因果业力的学派。以上就是4种可能。我们通常说，痛苦是由我以外的东西引起的，例如仙人掌刺伤了我的手指。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。这几乎是我在这堂课中以及整个课程中唯一允许的正常论点。这是一个正常的论点。如果我问你，这位员工的痛苦是别人造成的，还是他自己造成的？你的答案是什么？这位员工很痛苦。如果你曾经在大公司工作过，你每天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。谁给这位员工带来麻烦？谁伤害了这位员工？是他自己，就是这样。我试着把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放在图片中，看起来像是老板正在伤害员工。生活中有2个著名的问题，一是你的老板如何对待你，另一个是你的伴侣如何对待你。就这2个问题，孩子可能也只是配偶的一个续集。如果你在一间大公司上班，被人骂、被人伤害是很常见的。谁给人带来伤害？他是自己被自己伤害，还是被别人伤害了？被他自己，他被自己伤害了。这很简单，这是一个正常的问题。好，我们进入第13章。第13章叫做因素调查。你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，为什么让你除了教授那一章，还要教授这一章？是第1章。第1章叫做对原因和条件的调查。现在在13个章节之后，他们又在用同样的东西吗？因素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一章应该叫做一项关于什么的调查。图片中有一个线索哦。学生说真实与虚幻，真实与虚幻，没错，假的和真的，或者说对错觉的调查。这是本章的一个更好的名字。这真的对错觉的调查。现在这里有点问题，我们就用这个手提包的图片，用这个手提包，它是不是真的？是的，它是真实的，但它是假的。不对，应该说它是假的，但它是真实的。它是假的，但它是真实的。我这是什么意思？它是假的。对，这是一个假冒的 Gucci 包，但你仍然可以用它装着你的钱包随身携带，明白了吗？一个假的真实包，不，一个真实的假包。它是它看起来的样子吗？不是。它可以用吗？可以。世界上是它看上去的样子吗？不是。它会运转吗？会的。如果你不相信我，可以站在一辆车前面，然后告诉我会发生什么事。保险杆里不真实的钢铁会撞断你不真实的腿吗？会的。我们不是说什么都不重要，以及没有什么是真实的。
现在另一个人说，秋天叶子会变色吗？叶子的颜色会变吗？叶子会从绿色变成黄色吗？会还是不会呢？有人说会的，对，他们一开始是绿色的。有人说是的，没错。那么开始的时候，他们有特征吗？他们原来是绿色的吗？绿叶是绿色的吗？是的，他们有一种本性，他们是绿色的。如果他们没有绿色的本性，怎么会变成另一种颜色呢？如果绿色不在他们内部，他们怎么会变成黄色？明白了吗？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。如果他们本身不是绿色的，那为什么说他们变成了黄色的？现在是下一个论点。顺便一提，我们说，如果它原本是绿色，那么它永远不会变成黄色，就是这样。你的论点证明你错了。$100来回答这张图片。这张图片很难，我给你们一个线索，它与空性有关。来吧，想想看。我没有跟你们讲过一个寺院住持的笑话。我跟你们讲过那个故事吗？不，那是另一个。我差点忘记给你们讲过这个故事了。什么是伽野？伽野是夏季闭关进修快结束的时候，在夏季的3个月里，所有出家人都应该待在室内。为什么？这样就不会踩到虫子。在印度，夏季风期间以及季风过后，周遭会有数百万的虫子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就会杀死很多动物。因此，一般来说，就尽量待在家里。好比病毒期间的封锁，一般来说就尽量待在家里，这样更安全。不要出去，如果可以的话就不要出去。那就是夏季闭门关修。伽野的意思是，然后你就可以出来了，就像现在的亚利桑那州一样，每个人都出来了，所有人都出来了。这周你根本订不到餐厅，算了吧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得自己玩玩摇滚乐，因为人们全都出来了。而在寺院里，一个星期都可以玩游戏，你可以听收音机，也可以玩棋盘游戏，比如在棋盘上玩足球。你可以玩卡罗姆，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印度桌游。你可以听收音机，神奇的是，忽然之间，每个人都有一台收音机。这真是个奇迹。我还记得我很喜欢讲的那个笑话。当时我和一位之前的住持之间有点小矛盾，那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。对于是否所有僧人都应该得到供水这个问题，我们之间有一些分歧。我花钱建造了供水系统。总之，我就这样成为了他最好的朋友。我去他的房间找他讨论事情。那是伽野的期间，这位非常严厉的住持就坐在地板上，把长袍铺了一地。他在跟其中一位较年轻的僧人玩着棋盘游戏，然后不小心就说了 Mela Chushuna， 跟着我一起念 Mela Chula， 抱歉是 Chula Meshuna Dekale Chula Meshona Dekale， 到底怎么回事？如果水着了火，我们怎么办？你要怎样把它熄灭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如果负责确保的孩子们不在寺院里玩游戏的那个人，自己却跟孩子玩了起来，那么我该向谁通报？不就是那个人吗？我的做法让那个人觉得我还不错。我为什么要谈这个？
随着你的年纪增长，就会更有力量，对吗？我给你一点提示，这跟空性有关。我还是公布答案好了，不然我们这堂课永远都上不完。如果你是一个佛教徒，如果你正在学习空性，当你学习空性时，你有一种直觉，知道空性来自他自己，你就毁了世界上唯一的解药。一个被误导的佛教徒，比任何人都还要危险。一个被误导的佛教徒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。一个使用咒语却不明白咒语为何有用的佛教徒是很危险的，因为他们会到处去教授别人一些根本没有用的东西，就好像一个在卖不能灭火的灭火器的人一样。有什么比销售你知道它根本没有用的灭火器更让人愤怒的呢？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残酷的吗？你卖了100个灭火器，然后这个地方着火了，结果灭火器根本不能用。在某程度上，我们必须要教育自己，什么是真正的空性，因为如果你误解了空性，它就会永远对你无效，然后你就要继续受苦，明白吗？这跟咒语是一样的道理。如果水着火了，如果你认为空性是自性存在的，那我们就有麻烦了，我们什么事情都处理不了，明白吗？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个，我不记得有没有讲过这个，我想我们跳过下一些图片是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我们在讲新的一章第14章Sansaka， 我的放稳专家去洗手间了。什么是Sansaka？ 意思是接触，事物之间的接触，事物是如何互相触碰的，这感觉是对的，就很像很多龙树大师都依赖于这个问题。任何事物都可以触碰另一个事物吗？我会告诉你龙树大师对这张图的看法。如果你想要钱，甚至不惜伤害别人去得到，你就触碰不到钱。如果你太想要钱了，甚至坏到要跟别人竞争而获得，那你永远都碰不到。金钱是无法碰触到你的手。意思是说你没有办法拿钱吗？不是的，他只是说钱并不真实。什么意思？看起来好像你通过夺取而获得，但其实并不难。你是通过慷慨而得到，你是通过上星期捐钱给俱乐部而得到的。而那些你以为是你偷来的钱，其实并不是偷来的。你有这些钱，是因为你上个星期捐款，懂了吗？他手里没有任何的钱，因为他以为这些钱是偷来的，这不是的，也不可能。下一张图，这是哪一课？你们还记得吗？学员说高与矮，对，上下文是什么？学员说你可以有矮，却没有高吗？对，你能否识别这是什么？学员说你可以识别出矮吗？对，当然没有高做对比的话，那么佛教的答案是，学员说可以的。没错，因为它来自于你的意识。我听过很奇怪的解释，是一位没有经过训练的美国佛教徒说的。哦，佛教就是关于，事实上还有人还写了一本书，说佛教就是跟比较有关。怎么说来着？短，你们看不到。短的概念来自于长，基本上就是说缘起的意思。是你并不能认出短的，除非你有长的，而这完全是错误的。但佛陀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事实上，佛陀会说一个完全相反的，那是什么呢？你可以认为某件东西是长的，即使没有短的东西做对比，因为这是来自于你的意识，如此而已。它并不需要依靠2个外在的东西互相比较，这并不是短的来源。短来自于你的意识，你也可以有很多短的，但却没有长的。
全部都是。你可以找到那些书，这真的很棒。下一张图，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，那我们来回顾一些最简单的例子。这里有一段你已经走过的路，那里有一段你还没有走过的路，这里有一段路就在两者中间。顺便一提，这个章节是在讨论 samsara， 意思是就是接触。你已经走过的那段路，可不可以与你将要走的那一段接触？有人说可以，不行，除非你没有靠近看。而这就是佛教的原则，除非你没有靠近看。马他马切巴，没有调查，也没有检查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担心，如果你试着在下午开车去林克洛，回去准时午睡，然后你在车里担心着到底是哪一段路你已经开过了，哪一段路还没有开过，你很快就会出车祸，你永远都回不了家。在我们的生活中有适当的时候，当你该开车回家时，就别想着你在哪里，你会出车祸的。这个就叫马塔马切巴。开往林克诺的那段路，我已经开过了，曾经触碰过。他们有没有交叉？这是重点。有没有接触到另外那一段？我还没有开到的路上呢？听着，在生活中也会有你不想担心的事情。不要赶在复活节假期时出游，也不要撞到任何人。当你回到家，午睡前，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。马塔马切巴的意思是，他们有交集吗？有的，如果你没有很靠近去看，这是非常有名的佛教原则。我应该要持咒还是不应该持咒？听着放松并去持咒，但他们没有效。我知道他们没有效，但是他们会有效的，只要善待他人，你的咒语就会有效。太好了，我不需要停止持咒了。格西从来没有说不要持咒，格西说带着智慧去持咒就会有效。但如果我没有智慧，我还可以持咒吗？可以。那它可以帮到我吗？可以，只要你的动机是非常强大的。继续去做，但之后请研究为什么有效。这就是这本书所讲的。顺便一提，这是一本最著名的书，讲咒语为什么有效。事实上，这本书的作者是在印度历史上最高的密宗，可能那里有一些连结。一本8000页的书，关于他的密宗思想，或许他知道他要说什么。下一张图是哪一张？能不能有人告诉我这是什么？有人说真的奶油，或者对，告诉我这个故事，不要再让我重复一次了。有人说格西老师经常要载着他的上司，对，格西以前要载上司，20年来每个月都要给上司开车500次。是的，我们停在豪森酒店，就在特拉华桥的旁边。通常我们会在那边放一块牌子，有木切就会说，告诉那个小姐，我不想要人工奶油。意思是它是人工制作出来的，不是天然的。我们创造了这个世界，它和粉状奶油非常相似，却不是真正的奶油。它有效吗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下一张图，顺便一提，我们现在进入第15章，叫做 Rong-Shin 的调查。$100的问题 ，Tim 给我 Rong-Shin， 在这个状况下一个很好的翻译。这意味着不是你平常知道的那个，不是，我差点说了出来。这也并不是指天然。我的意思是有一个更适合的词。自信存在的本质是什么？给我那个词。我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词，事实上我要改我的翻译。算了，身份。事物有它的特性吗？它们有天生的特性吗？我们的第一个例子是，有谁可以给我解释一下这个例子？
这是最后一张图吗？不，我们还有一些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人说2个老公在厨房里走向极端的2种方式。当你和你的老公发生争执，你回去到2种极端。第一个，这是每个人都会掉入的陷阱。当你和老公有争执时，最普遍的误解是什么？这不是来自于我不知道他今天怎么了，他饿了，他今天过得很糟糕，交通很堵塞，我们编出所有他对我不好的理由，那是其中一个极端，他从他自己而来。第二个极端只有是受过不良教育的佛教徒才会掉入的。是的，如果它不是来自于他本身，你永远都要记得说如果它不是来自于他自己，那么它就不存在。错觉，它根本就不在那里。如果咒语并不以我认为的方式存在，那就没有咒语。如果咒语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奏效，那就没有咒语。这样你就从桥的2边掉下来。对待咒语的正确态度是什么？咒语无效，除非学生说，除非我把它加上，试着去保护生命。如果我试着保护生命，对，如果我像装订书机一样把它装满，很好，答案好，快要结束了。对，停一下。下一章是16章，顺便一提，我们只会谈到第17章就结束了。第17章叫做对束缚进行调查，以及摆脱束缚，锁起来和解开锁链，就好像施瓦辛格那样。这张图就叫做从没有人的身上拿掉手铐，意思是谁被什么锁住了。我被锁，对，很好，锁在我的身体的意识里。我被锁在一个凡人的身体里。当你逐渐老去，它就变得严重。当你还年轻时，一切都还好，而当你年长的时候，就好像是身体慢慢衰老，然后你的意识被然后你意识到你被锁住了，跑都跑不掉。你锁在你的意识上，而这2种都不健康，它们都会衰老，你无处可逃，你锁在那了。龙树大师说，不是的，那些你认为被锁于其上的东西不是真的，你是被你自己创造的东西锁住，你被你看到老的东西锁住，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照顾你的种子。只要你照顾好你的种子，你就不会再为这些锁住，你就会从束缚中摆脱出来。下一张图就是第17章，我们到最后一章，这一章要调查的是业力，这是个很长的一个章节，我们要花几课去学习，2或3堂课。这代表了切塔纳以及切塔伊瓦。业力的形式是，没错，业力是动机的一种形式，还有你曾经做过的，不管好或者是坏的动机。当佛陀在教授业力时，我觉得很有趣的是，龙树大师首先在思考和做你过去想做的事情的背景下谈论业力，他并没有谈到十善业之类的。他说所有的业力可分为你正在想什么和你过去想做什么。这是什么学派啊？阿毗达摩。为什么他这么喜欢讨论阿毗达摩？因为其他的学派还没有出现。我是中还没有出现，精量部也还没有出现。它是很早以前，这些书很古老，这是来自于2000年前的。事实上100代以后你也可以读到。这说明了一些关于传承的事情，传承一直被保留下来，这非常的美丽。
一般来讲，你跟你父母都谈不来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这还跨越了上百代。我们可以读到这本书，真是个奇迹。这真的说明了传承。这说明了传承的作用。它被保存了2000年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这里有2种业力：思考以及由思考激发你去做。下一张图，$100的问题。有人告诉我为什么这有关联，$100。天哪，我要给你们这么多钱，你们居然不兴奋，我们像是在选手一样的人走近。再说一次，这个猜得很好，不过是错的。那这一章的主题是什么？在这个图可能已经显示出来了。这张图在说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这是一个等候室。有人说是的，等待业力成熟。对，$100给那个年轻人。你今天赚了很多钱啊。对，业力在他成熟前停留在哪里？赚$100的机会来了。如果业力是，这里有2个问题。如果这个是不会改变的。对的，它就无法制造出任何东西。而如果变化的，如果它穿梭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，它要如何维系和如何成熟？业力直至打开前是如何等待的？这是一个大问题。这有助于回答值$100的问题。下一张图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。To me sawa $100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它是合约，但这是什么意思？说出来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分这$100。你必须要有 Chumisawa， 你必须要有这张合约。合约上说什么？不会消失什么的。A 不会消失 ，A 不会消失。什么东西不会消失？业力，它会一直跟着你，直到它成熟，直到打开。这是一份你跟业力之间的合约。一旦你做了多少事，任何事，无论你做任何事，你都得到一个回应，不会消失。我忘了我们怎么叫它。一旦你做了，你一挖鼻孔，你马上就会得到10个，不会消失。他们会一直跟着你，他们帮助解释为什么它变或不变，它都会跟着你，因为那里有个胶水，是胶水，是一份合同。你和你的种子之间的合约，你一直跟着，直到打开，好吗？好的，没问题，让我们来签这份合约吧。来吧，你跟业力签了合约，他们会跟着你，直到他们打开。下一张图。腐烂的东西让别的东西腐烂，这与第一个阵地有关。还有第2个阵地，第一个阵地有2个部分。第一个是阵地是苦，钱会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这里有2个部分，业力和对业力和负面情绪。如果因是没价值的，那么果也会是没价值的。如果苹果烂了，那么用它做的苹果派也会不好吃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业力和负面情绪是不纯净的，
意思就是很好，自信存在的，怎么可能做出纯净的果呢？你怎么从一个不变化的行动得到一个变化的结果呢？如果行为不是空的，那么行为就会，如果行为有特性，那么它就无法改变，而如果它仍然会有结果的话，生命就会很奇怪。那你要格外小心翼翼，因为结果会在不做任何事的状况下发生。即使是在正常的世界，人们也会抱怨。如果你得到了西瓜不，院子里长满了你没有种的生菜，即使在正常的世界，人们会说有些事情很奇怪，明白了吗？我想我们还有一张图，这是最后一张图吗？我们做了最后一个吗？最后一个了吗？哦，我们忘了讲那张电影的图。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张图，之后我们就下课了。你可以在这里赚点钱，$300，最后的问题，这课最后的一部分，然后我们就自由了，爷爷就可以回家睡午觉了，或者再开20个会。$300的问题，我会告诉你这张图在说什么。这张图是关于，你有没有意识到这张图叫，你怎么叫它？摆拍的。这张图不是真的。有人付钱请人来站在那里，他们就可以拍张他们在拍电影的照片。所以全部都是假的。这张图是假的。有人付钱给某人，假装他们在拍电影，那电影也是假装的。明白吗？这是不是一张很巧妙的图？来吧，赞赏一下我。听着，这不是人们在拍电影的图片，全都是假的。有人付钱请他们站在那里，他们拍了张照片，为了这张照片，他们收取了我$5，所以都是假的。这是一张摆拍假照的假照片，$300的问题，然后告诉我这与我们最后学习的部分有什么关联？有人说最后一个部分。上一堂课我们最后讲了什么？对，但例子是什么？快点！有人说烂苹果，不是，是一颗不同的苹果。孩子们，这是一个很短的保留期。上一堂课我们说的是什么苹果？在上一堂课最后的部分，学生说就像他们是虚构的。再说一次。不是，我们说的是什么苹果？有人说影响。我们说过苹果树。有人说化身。对，继续，你即将得到$300。继续。有一棵树。是什么化身？学生说佛陀化身。那是佛陀吗？学生说不是，这不是真的佛陀，因为你无法爬到佛陀身上，然后摘下他的果实。之后发生什么事？那棵树到底怎么了？学生说创造了一个苹果。苹果又做了什么？创造一只虫子。有多少棵真树苹果和虫子在那里？0。为什么这与讨论的业力有关？你已经拿了$300，但有人能帮你。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？另一个人说，听着，如果这是假的，不是业力和结果。我说，所有的业力的结果都是假的。来吧，你说佛陀能化身吗？那也是假的，但它是真实的，对吗？你可以爬树，可以吃到苹果，这是为什么虫子会在那里的原因。在业力里头，树、苹果和虫子代表什么？这3件事在业力里发生了什么？这类似那段你还没有走过的路，也类似那段你已经走过的路，也类似两者之间不可能的线。
有人做了某件事，它持续，然后打开，明白吗？酷，这是不真实的，但是你可以运用它，这都不是真的，但你可以运用它，就这样。但你在唱诵药师佛的咒语，你治愈了某人的癌症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，但前提要它是空的，只要咒语的能量来自保护生命，来自尊重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，那么你就会赋予咒语力量，然后咒语就可以治愈某人的癌症。但如果你并不理解这个，咒语就像纸屋里什么的一样，它在那里，但它并没有。如果你想停止或避免某些事情，祝你好运。要明白咒语是空的，你要把业力加进去，它才会有效。你不能只坐下来持咒，而不试着拯救环境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是一个帮助800亿条生命的简单方法，对吗？去种树，然后念咒，那就会有真的树。谢谢你来到龙树大师的课程，我要感谢 Tim。他真的是一个把事情做成的高手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，他所有的事情，这有点像肯定是化身，还有 Pachi 和 Paul。谢谢你们从墨西哥过来帮助我们拍摄，让它变得很好玩。如果在这里我有更多的朋友，对我来说会更好玩。谢谢 Rebecca 也从洛杉矶过来帮助我们解决整个事情，用你的电影专业还有拍摄技巧。感谢久负盛名的艾丽开车送我过来，并支付我所有账单，尤其是我与学生打赌的账单。感谢 Dios 为宗旨上的付出，而把这座楼保持着良好的状态，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上课。感谢所有人，感谢 Christina 卡西桑。在拍摄期间喂饱我们的肚子，我们有一队很棒的团队，我真的非常感恩，也感谢丘里娜妈，感谢江普恩迪拯救了丘里娜妈。下次再见，耶、